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生此相，天生富太太。俗话说，生得好不如嫁得好，嫁一个好丈夫是女人最大的事业，如此才能妻贫富贵，幸福一生。但这种福气是前生修来的，不是人人都有的。今天小酱之就从相学的角度来讲讲，看看哪些女人有这样的好福气。这8种面相的女人能嫁贵夫。夫妻宫饱满平顺。什么叫夫妻宫呢？眼尾后面的那一块面积就叫做夫妻宫。夫妻宫饱满平顺的人注定会嫁一个好老公，主要体现在这一块位置代表了夫妻相处。如果这一块很干净平顺，意味着另一半很懂得疼人，也很尊重你的感受，婚姻生活往往甜蜜而安稳。鼻梁挺直，鼻准圆润有肉。因为鼻子代表着夫运，鼻子好的人自然更容易找到好老公，鼻梁挺直，运势就会更顺。而鼻梁有结的人会因为个性不够柔和而受到阻碍。准头是指鼻头，鼻头有肉的人财运好，夫运也好。而鼻翼代表着一个人的理财能力，鼻翼分明，理财好，帮夫运强，不管谁娶了你，日子都会越过越旺足。微笑唇。微笑唇即不笑的时候嘴角也微微上扬的女生，天生就会因为心态积极乐观而获得好运。当他们在和另一半相处的时候，往往自信而乐观，很容易获得另一半的尊重和欣赏。一直到晚年，婚姻生活都会很幸福，受到另一半的宠爱。嘴角向下的朋友往往个性上会更加谨慎，想法也容易消极一些，一定要有意识觉察到自己的悲观倾向。人中宽阔分明。人中部分也会影响我们的婚姻相处，这个部分主要可以看婚后生活是否和谐。人中宽阔分明的女生不仅精力充沛，而且心胸开阔，属于婚运和子女运都很不错的人哦。如果发现自己的人中不是很分明，需要有意识的运动和补气血，同时也要格外关注子宫健康。下巴饱满有肉。在相学上，下巴被称为地格，地格饱满，特别是有双下巴的女人，其人性格温顺体贴，是嫁贵夫不可少的条件。这种女人由于个性善良，故最容易得到社会上有地位的男人的喜爱，嫁作贵夫人。眉清目秀。眉清目秀指的是眉毛清秀，长度最好长过眼睛一点，眉形不能散乱，也无恶痣恶疤，而且眼神清亮。眉毛在面相中又称情缘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和感情运。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性情温和，比较聪明，容易嫁给有功名的丈夫，而且自己也可以凭借着丈夫的名气获得相应的地位。鹅蛋面不露颧骨。鹅蛋脸就是指脸型长得圆润如鹅蛋一般，但是看上去脸却并不是非常胖的那种。拥有鹅蛋脸面相的女人，脸部的线条流畅，整体的轮廓均匀，容貌一般都比较的美丽，也非常的注重生活品质和享受，正财运和偏财运都非常的好，也舍得花钱投资自己的容貌，因此很受男性的爱慕和喜欢。由于他们花钱比较厉害，所以一般男人也养活不起，容易嫁给经济方面非常的男人，进而也享受到丈夫的名利成果。耳朵厚大。耳朵长得厚大的女人命是非常好的，在财运、朋友运和帮夫运上面都非常的好。这样面相的女人脾气都很好，对自己的家人也照顾有加，他们的人缘也不错，有福气，可以给老公带来福运，当然他们也可以享受老公的钱财。手上有此特征的女人能嫁贵夫。婚姻线和成功相连。什么是婚姻线呢？
婚姻线是位于我们手相水星丘的横纹。什么是成功线？成功线又称作为事业线，是位于我们掌心位置中指部位衍生的竖纹。如果你手相中的婚姻线和成功线相连，说明你的婚姻能够成功，你可以嫁给一个有钱人，通过婚姻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富贵。因此，这样手相的女人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嫁贵妇。2. 手掌软绵，颜色红润。手相学中认为，手掌软绵、颜色红润的人是富贵命之人。所以，当一个女人的手掌十分的绵软，非常的有肉，捏起来很有弹性的感觉，且手掌的色泽红润，气血充足，这样手相的女人命中的富贵气息相当的浓郁，命中注定就是一个富贵之人。所以无论她们嫁给谁，都可以成为有钱人，过上有钱人的日子。换言之，这种手相的人嫁给贵妇的概率高达100%。3. 财运线又粗又清晰。女人手相中的财运线会密切的关系是否可以嫁给贵妇。若是手相中的财运线不清晰，财运线的纹路很细，这样的手相说明你与钱没有缘分，是一个金钱运势不佳的人，根本不可能嫁给有钱人。但如果你手相中的财运线很清晰，财运线纹路很深很粗，这样的财运线说明你此生与钱的关系很深，你的财富运势很好，你可以嫁给一个有钱人，甚至嫁入豪门。4. 太阳丘的部位丰隆。男人手相中的太阳丘关系着个人的事业、财富，而女人手相中的太阳丘与他们的财运以及婚姻、夫运都是息息相关的。根据手相学中的理论来说，如果手相中的太阳丘丰隆，说明个人财运非常好，而这样手相的女人，婚姻运程以及夫运也十分的顺畅。也正因如此，太阳丘丰隆的女人可以嫁贵妇。5. 婚姻线清晰无损害。婚姻线在小指根部掌侧，在感情线之上有一条或者几条短线。如果婚姻线深长且明朗，表示此人多情且温柔，爱情深厚且久，并能建立起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如果只有一条婚姻线清晰深长，直指成功线，与成功线相交或者靠近，则表示此人不但会婚姻幸福，而且预示此人的丈夫会是一个成功人士，拥有金钱和地位，而此人会在婚后发达，通过婚姻取得名誉、地位及财富。6. 手掌中的钱财纹多。女人手掌中的钱财纹会密切地关系着是否可以嫁贵妇。若是手相中的财运线不清晰，财运线的纹路很细，这样的手相说明你与钱没有缘分，是一个金钱运势不佳的人，根本不可能嫁给有钱人。但如果你手相中的财运线很清晰，财运线的纹路很深很粗，这样的财运线说明你此生与钱的关系很深，你的财富运势很好，你可以嫁给一个有钱人，甚至嫁入豪门。3. 身体此处有痣，能嫁贵妇。1. 无名指长痣。无名指长痣的女人通常外貌都十分的秀丽，所以在其长大之后就会遇到一个同样优秀的丈夫，从而使之顺利地嫁得贵夫，婚姻生活幸福美满。而且在此昌顺家庭环境的促进之下，更是十分有利于子嗣的孕育，进而促使整体家庭运势节节高升。久而久之，子命生人就会形成典型的旺夫益子相。2. 肚脐长痣。俗话说显痣不贵，贵痣不显，所以肚脐长痣的女人在丈夫的支持下，更是会创建属于自己的事业，从而使其一生顺遂无忧，安乐富足。与此同时，在其自身昌顺发展的同时，更是会逐渐催旺丈夫的事业运势，进而使得整体家庭运势昌顺无忧。3. 掌心长痣。掌心长痣的女人最为明显的富贵之处，就是其财富运势十分的昌顺，
所以在此种旺盛命理的催动之下，命主在长大之后同样会嫁给与之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丈夫，从而使得婚姻生活幸福无忧。而且当其与之相伴之后，更是会逐渐催旺伴侣的事业运势以及财富运势，进而促使家中运势节节高升。那对于没有满足上面身体特征的朋友怎么办呢？小酱汁在这里建议：一、不要将赚钱能力赋予在另一半的身上，经济独立才能够精神独立。二、坚持运动，养好精神状态，更有机会把握良机。三、尽量对自己好一点，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15颗不吉志向。从相学角度来说，人身上的志大都是有一定寓意的，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人的运势。至于是吉是凶，则要看志的吉凶及其所处的位置。一般来说，志生于人体的隐处，如身体上看不见的地方多吉，生于显处，如脸部、手部等看得见的地方则多凶。而且志也分为吉志和恶志，颜色亮黑或朱红，略微突出，其上升毫者为吉志；颜色灰褐、暗淡无光、平而不突，其上无毫则为恶志。今天小酱汁给酱友们介绍15颗不吉的志向，希望你们没有。一、下巴中间凹槽长痣。若是一个人在下巴的凹槽位置长有恶痣，则属于害病痣。一般有这样志向的人，身体的健康状况不是特别好，平时的精力不足，需要不断的为金钱发愁，自己连稳定的事业也没有，收入也不稳定，甚至自己辛苦大辈子，连一点点的积蓄都没有，一生获得贫贱。二、发际处长痣。生活中一般痣长在脸上的比较常见，但如果一个人的痣长在发际线边缘，并且位于靠近日月角的地方，这个并不是什么好痣。有这种志向的人大多命途不顺，并且这种人在中年时期容易遭受灾祸，特别是出行方面，可能是天灾或者人祸，即使躲过去，以后的运势也不会太顺利，并且这种坏的运势还会波及自己的家人，钱财不顺，事业难成，并且还有破财的危险。三、小腿长痣。在面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小腿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常年需要在外奔波，与家人也是聚少离多，尤其是与自己的缘分非常的浅，晚年的日子过得比较艰辛，身边也没有人伺候，日子过得凄凉清贫，享受不到亲情的快乐，一辈子都是劳碌命。四、人中长痣。人中位于鼻梁下巴的凹槽处，也会接连嘴唇，在面相中被称为寿堂，掌管一个人的生殖能力和子女运势，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体现其婚姻情感的运势。若一个女人在人中上长一颗痣，不仅影响外表的美观，并且还代表她们的生殖能力和子女运势比较弱，容易不孕不育，或是有了子女后与其关系不怎么好，子女不贤孝。这样的女人到晚年依然会孤苦无依，生活贫困潦倒。五、胳膊上长痣。胳膊上长痣是很少见的，但如果此处长痣，则说明其人一生操劳忙碌，很少有能享福的时候，并且这里的痣颜色越深，说明其人的劳累程度越大，在事业工作上很可能会努力工作而得不到足够的回报，一生碌碌无为，事倍功半。六、臀部长痣。有些人的臀部会长胎记或者长痣，而相学中认为臀部上长痣的人命犯桃花，这种女人相貌比较出色，深受异性的青睐，但是比较遭受同性的排斥，身边的知己好友不多，大多是对自己有意图的男性。女人长这种痣很可能成为第三者，插足别人的家庭，最后结果自然不可能会好。七、泪堂长痣。泪堂代表的是一个人的子女运势与情感运势等，而一般在泪堂的位置长有吉痣，则这样的女人天生苦命，生活运势比较差，天生就是劳碌命，自己个人的福气浅薄，也没有啥大的赚钱本事，日子多半都会比较辛苦，而这样的人生下的孩子体质也会比较差，注定日子过得比较辛苦，一辈子都不得闲，儿孙也没啥大出息。八、额头有痣。
在相学中，一个人的额头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说明这样的人个人的智力发育比较一般，出生命苦，看钱看得比较重，目光短浅，只在乎眼前的一丁点利益，所以这样的人注定都发达不了，一辈子都会过得艰辛，没有啥好的发展，而且天生就是劳碌命，若是想要获得成功，必定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行。9. 鼻梁长痣。鼻子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运与事业运势等，若是在鼻梁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天生的运势比较差，命中无财，只能依靠出苦力赚钱，甚至连基本的生活都很难保证，而且也会对自己的婚姻运势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，最终一辈子的福气浅薄，日子也会越来越辛苦，难以过上富足的生活。10. 背部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背部长有恶痣，被称为穷酸痣，而且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身上长有这样的恶痣，代表这样的人天生命比较苦，日子也会过得比较劳碌，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成功，而且这样的人没有啥好的才能，注定只能够过苦日子，没有啥好福气，甚至还会连累孩子，辈辈受穷。11. 田宅宫长痣。田宅宫即上眼皮的位置，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房产运与财运等，若是在田宅宫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这样的人房产运势不是特别强，甚至连自己的稳定居住住所都没有，而且这样的人多半都赚不了啥大钱，辛苦奔波一辈子都属于劳碌命，这样的人最好别在投资理财方面做文章，否则必定会赔得底掉。12. 鼻翼长痣。鼻翼在相学中代表的是一个人的财库，若是在鼻翼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被称之为破财痣，就像是在口袋上拥有一个大口子一样，这样的人多半都存不住啥大钱，容易毁坏自己的婚姻，对自己的事业运势也是非常的不利，一辈子都没有大的本事，个人的生活压力比较大，生活中也难有大福。12. 耳根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在耳根的位置长有恶痣，则被称之为害病之痣，一般拥有这样恶痣的人，多半自己的身体健康运势不是特别好，身体上也常常是大病小病不断，也别指望有啥大的发展，生活中也常常会陷入到困境当中，经济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富裕，此处长恶痣就算是去掉也没啥效果。14. 嘴角长痣。一个人的嘴角位置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小人痣，拥有这样志向的人总是喜欢在别人的背后使坏，嚼舌根说别人的坏话，所以这样的人个人的运势都不是特别的强，也得罪了不少的人，后福不强，为人自私自利，也看不得别人好，属于为钱什么样的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主。15. 脚背长痣。在相学中，若是一个人的脚背长有恶痣，被称之为劳碌痣，通常拥有这样恶痣的人日子过得比较辛苦，常常是奔波中度过，就没有清闲的时候，一辈子都在为赚钱而奔波，但是这样的人自身的财运还是比较不错的，但是很少有清闲的时候，生活的压力也会比较大。大家可以对比小酱汁上面讲的痣的位置看一看，自己有没有这些位置的痣，如果有，可以及早点掉止损。当然，点痣只是外功夫，修心也要跟上，才能内外兼修。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人身上的富贵毛都长在此处。人生在世，从小到老是自然规律，而身上的毛发也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从多变到稀落。从相学角度来说，身上的毛发也能够透露出一定的命运信息。通过观察毛发的色泽和浓密程度，便可以大致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和一生的运程走向。那么一个人的命运好坏究竟如何从毛发看出呢？下面就和小酱汁来看一下吧。1. 身体此处长毛，富贵命。1. 肚脐下长毛，这个部位的毛发也称为腹毛。五脏之气从肚脐下方露出人体，如果此处毛发旺盛，则是稳固人气，木气克土气生财的象征。这个部位的毛发多数会随着年纪的增长而变得茂盛，如果长得浓密而色黑，则表示正当盛世，财源滚滚如东海。特别是腹毛浓厚的女人，这辈子少吃苦多享福，年纪越大越有钱花。
2. 脚趾头长毛，代表这个人阳气充足旺盛，肾功能好，性格豪放，气宇轩昂，很有王者风范。脚趾头上长毛的人阳气特别旺盛，煞气重，小人不敢靠近，小鬼不敢缠身，而且这人有官运，走到哪儿都有一官半职。他们的财气也很旺，非富即贵，在社会上不是长钱财就是长权力，属于富贵之命。3. 脚底长毛，监理之行始于足下，脚是人体中最接地气的部位。如果脚底长毛，尤其是接近脚心的地方长毛，则是天生的精力充沛，遇事沉着冷静，财运横生。不管从事什么工作，都能轻松驾驭，得到领导的认可，成为职业中的佼佼者，财运必定滚滚而来，生活富贵荣华，一生衣食无忧。4. 手腕长毛，要是手腕上长毛的话，很浓的代表是财气旺，要是很黑的话，那就表示官运很旺。不管男女，要是这个地方长毛的话，那就是大腕，家里非常的富有，家财万贯，而且房产地产非常多。到了30岁的时候，整个运势到了最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手腕的毛也是最浓密的，一生会非常的富有，而且财富运势平稳上升。5. 耳内长毛，通过耳朵我们可以感受到外界的声音，如果耳道内有毛，而且比较浓密的话，是富贵之人，福气深厚，他们聪明伶俐，能力出众，精力旺盛，一生衣食无忧，大富大贵。如果选择做生意，那么财源旺盛，必定成就一番事业。如果选择做官，那么可以达官显贵，钱财兼得。不管怎么样，他们都会有幸福的生活。6. 痣上长毛，无论男女，首先痣上长毛都是一件喜事，象征着铁树开花，横财临门。然而痣上长毛，一毛主孤，三毛主富，只有一根毛的痣并非吉痣，痣上的毛发越多，表明此人财气越旺盛，且这个部位的毛绝对不能拔，越长越是福，财源长久不断绝，这辈子也容易大富大贵。2. 此处毛发越浓，命越好。1. 睫毛浓密，眼是心灵之窗，而睫毛则是眼部上方的毛发，象征着情缘和婚恋运。如果睫毛稀少，此人的桃花运则不佳，但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睫毛越长越浓密者，则是后福无穷，情缘财运皆顺遂的象征。无论男女，睫毛浓密都是招财纳桃花的象征，一辈子眼明心亮，智慧致富，到了中晚年，财运不断开花，家财可过万贯。2. 眉毛浓密，眉也称为兄弟宫，田宅宫也在侧，很多人都是从小眉毛稀少，但随着年纪的增长，眉毛会越长越浓密。这样的人命库之中火气生木气，身体康健十足，一生后劲无穷，一路之上手足兄弟，贵人相助极多，年纪越大身价越高，直到年过60旬，依然生意兴隆，通四海。如果老来眉毛长过鬓，更有长寿平安的鸿福加身。3. 唇毛浓密，唇毛并非胡须，在面相学中，唇毛旺盛的男女天生心眼大，志向远大，而人生造化无穷，命理大吉，灾邪不侵，口福更是极佳，一辈子有衣食，有贵人，才华运势皆能展现。如果唇毛开始变浓，表明转运在此时，近期天降横财，不富也贵，钱财不再短缺。4. 鬓角浓密，鬓角发浓，主一生后福无穷，无灾无患。鬓角的头发是容易变白的，是人体命力较为薄弱的部位，如果此处的毛发黑浓密，必是福禄两全的象征，财运极佳，有飞黄腾达之鸿运，人生不断走上坡路，不到中年红光满面，发福发财，钱财更是数不尽，富贵有兴旺。5. 头发浓密，头发代表着一个人的血气兴衰，性格好坏和健康运。如果一个人的头发长得浓黑而柔顺的话，首先看上去就会很有美感和气质，非常的有魅力，在面相中象征着生命力旺盛，在事业方面发展较好，还能够对丈夫的事业起到帮助作用，婚后旺夫益子，能够给家里带来万贯家财。3.
身体这些地方长毛，一生苦难多。一、膝盖上长毛，这类人通常意味着生活比较繁忙费力。他们倘若想要做取得成功的一件事儿，则相对于其他人而言难度更大，而且务必经过不断的反复的频繁周折后，才可能获得成功。他们还有可能会遭遇获得的成果突然间变为一场空的状况。假如你膝盖上的毛比较多，就必须注意，平时应该多稳稳当当做事情，而且在做任何一件您觉得重要的事儿的情况下，都应该多为自己留下某些退路，好让自己也喘口气。二、臂肘长毛，这类人同样和膝盖上面有毛的人有相近的运势，他们的一生也比较的繁忙，尽管有时很容易遇到生命之中对自己有帮助的人，可是即便是得到了某些帮助，由于自己能力不够，经常也会遭受某些限制。这类人假如想要取得成功的一件事儿，就必须自己多下点心思，不必把太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条件都附加在别人的身体上，要搞清楚任何事情都必须自己亲为的道理。三、骨上面有毛，假如你的颧骨上面有毛，则必须要注意了。由于这类人通常事业上会遭受一定的限制，即便自己比较有才气，某些情况下也很容易被埋没，这类人经常难以被得到重视。您更必须的是在事业和所必须造就的事情上面多下点心思，多做某些创新和突破的尝试。四、脖子后面长毛，这类人其实是比较多的，相对于前面的几种，由于头发经常会延伸到整个脖子后面都是头发，但这类表现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象征，它很有可能象征您一生会有较多苦难，无论做任何事情都难以有显著的进展。您必须在做事情之前多一些打算，多考虑事情的后果。五、背部长毛，这类人的毛长在背部，但恰恰反映的是他做事比较不计后果，而且比较艰辛。他们很容易被竞争打倒，和他人在合作过程中也经常会遭到欺骗。他们必须在择友过程中多留些心眼儿，以切实的朋友为主。六、肋侧长毛，这类人是比较少见的，但其实这类位置长毛是意味着可以少受病痛折磨，而且生命比较长，尽管活的时间更久一些，可他们却没有太多的福气，也未必就是非常吉祥的。不同毛不同命，如果你身上恰好有吉祥的毛发，那么说明你未来运势不会差，日子会越来越好。如果你的毛发是不祥的话，那也不要慌张，可以通过其他办法，或者凭借自身的努力不放弃，那么最终也会有一个良好的结果。三、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不同腰背形态不同命，你是哪种形态就是什么命。富贵的生活是很多人所向往的，但却因为各自的福分不同，有的可以享有，有的则只能旁观。这也怨不得上天不公平，一切都是自己所积，各有因果。而一个人一生是富贵还是贫贱，都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来了解，如八字、手相、面相、志相，当然还有体相。在体相学中有无腰者不贵，无背者不富的说法，就是说从一个人腰背形态可以分析出其人的财气运势和旺贵程度。那么哪种腰部形态富贵呢？哪种背部形态有好的运势呢？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。一、7种腰部形态7种命。一、腰粗而圆。如果一个人的腰部长得又粗又圆，并且肉长得比较紧实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看上去长得较为健壮有力。这种人一般忍耐力非常强，做事也很有耐心，能够吃苦耐劳，而且很有恒心，做事坚持，不喜欢中途放弃，所以事业发展较好，容易获得成功。如果腰部的肉长的是那种发福的虚肉的话，这种人一般比较安稳，虽然能衣食无忧，但事业和财力平平。二、腰细而扁。腰细而扁指的是一个人的腰长得比较细，但是较为扁瘦。
若是再加上胸部肋骨明显的话，这种人一般福气较为浅薄，挣钱非常的辛苦，虽然忙碌不停，但是财运很差，只有付出比常人多很多的努力，才能积攒下一些钱财。不过若是这种腰再配上丰满有肉的臀部的话，这种人往往靠山很硬，即使出身不是很好，也能够白手起家，积累下丰厚的财富。3. 腰细而圆。如果一个人的腰部长得又细又圆的话，长有这种腰的人大多属于劳碌命格，内心矛盾而煎熬，心里整天装着许多事，思想压力和负担都比较重，做起事儿来总是畏首畏尾，放不开手脚，所以要经过很多的努力和奋斗才能有所收获。但过于忙碌却无福消受，这种腰如果长痣的话，则代表可以得到贵人的相助，能够给自己省下许多的心力。4. 有背无腰。有背无腰指的是背部长得较为窄，但是腰部却比较的肥胖，几乎分不清哪里是腰。长有这种腰相的人，一般来说做事非常的认真负责，有着很强的责任心，非常的能干，所以年轻时便能取得不错的成就和发展。但这种人取得一些成就后，容易变得骄傲自大，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所以中年以后运势容易遭遇很大的波折和变动，身边的小人很多，命运也是起伏不定，下半生劳心又劳力。5. 有腰无背。有腰无背指的是腰部长得粗细合适，圆润有肉，但是背部和肩部较为宽大。长有这种腰的人，命运与上面有背无腰的人正好相反。这种人的一般出身不是很好，内心也比较的自卑和脆弱，年轻时容易吃很多苦头，学习运不佳，事业发展不顺畅，家庭也不够和谐和圆满。但是中年以后，随着思想慢慢成熟，处理事情的能力也越来越强，运势开始慢慢转好，只要努力，即使白手起家，也能够打下一片基业，晚年富贵荣华。6. 腰后无臀。腰后无臀指的是腰部长得粗壮而厚实，但是臀部长得却是扁平无肉。腰部代表着财运，而臀部就代表着坐拥财富的能力。这种人一般年轻时事业运和财运都非常的好，头脑聪明，做事坚持，非常的会赚钱，但是守财能力比较差，花钱不知道节制。中晚年时期开始走下坡路，属于先富后穷的类型。7. 腰线臀高。所谓的腰线臀高指的是腰部长得较为细，且向前凹陷，而臀部长得圆润上翘。长有这种腰的人的命运与上面的腰后无臀的人正好相反。这种人一般年轻时吃苦能力比较差，缺乏责任心和担当，喜欢追求享受，所以年轻时虽然奔波劳碌，但是却穷困潦倒。但是中晚年开始慢慢会变得比较靠谱，做事也开始认真起来，事业也是越来越顺，晚年福气深厚。2. 5种后背形态5种命。1. 背部平阔丰满厚实。如果一个人的后背平阔，看上去丰满而厚实的话，这种背相属于富贵之相，一生的事业和生活较为平稳，虽然不会有飞跃式的上升，但也不会有断崖式的下降，一生运势平稳上升，很少会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，人生较为顺畅，不会为了衣食住行等问题而烦恼忧愁，福气多多，少灾少祸，人生比较的圆满。但若是后背生的狭窄消薄且内陷的话，这种人的运势正好相反，一生比较的坎坷，时常会有灾祸或者祸事发生。2. 背部圆厚如团扇者。如果后背长得圆厚，看上去形如团扇的话，这种背部也为大贵之相。长有这种背部的人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一般都非常的认真和努力，往往能够获得不错的地位和成就，能够得到周围人的敬重和幸福。相反，如果一个人的后背深凹如沟的话，这种人一生辛劳，虽然工作也非常的认真，但是缺乏贵人相助，而且身边多小人阻挠，遇事总是坎坷不顺。3. 背部厚实且呈长方形。如果一个人的背部长得厚实且看上去呈长方形的话，
这种人大多头脑比较聪明，应变能力非常强，处事圆滑，懂得变通，而且对自己的未来很有规划，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并且会为之努力，最后往往能够获得成功。而若是一个人的后背生得短而窄缩的话，这种背相的人大多头脑反应较为迟钝，比较的安于现状，缺乏上进心，一生事业平平，生活窘困。4. 背部丰满厚实并向上凸起。如果一个人的后背长得丰满而厚实且向上凸起，两肩宽厚的话，这种人大多很有责任心，敢于担当，承受力比较强，遇事敢于面对，不喜欢退缩和逃避。子女运非常的好，身体健硕，健康状况良好，做人认真而努力，一生衣食无忧，晚年能享儿孙运。若是背部生得歪斜薄洼的话，这种人大多运势不佳，一生多灾多难，比较的贫寒。5. 背部有骨隆然耸起。如果一个人的背部脊柱骨隆起高耸，整个背部看上去如福龟一般的话，这种体相的人大多性格沉稳，做事认真负责，为人非常的靠谱，能够得到周围人的信赖和推崇，领导力比较强，官运亨通，非常的适合走仕途这条路，职位上也容易得到晋升。如果经商的话，善于处理人际关系，善于发现和把握身边的机遇，判断力非常的强，事业上容易取得成功，而且身体素质较好，不仅富贵还能长寿。每个人的腰背形态都不太一样，所带来的运势也往往不一样。以上这些形体一定有和你相吻合的。如果你的运势不太好的话，那么可以通过运动来改善其形态，这也是有一定效果的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